西虹铁道71.4%的用户在25岁到35岁之间，手机端月活非常稳定的在1200万左右，平均每日的使用时长在1小时左右，有超半数的用户处在活跃状态，也就是说每天大概有600多万的用户都会登录上线。我应该属于那种拖后腿的用户，一个版本就登录1周，连车票都拿不起。那从这些数据来看呢，西虹铁道主打轻量化的设计，其实非常适合没有完整娱乐时间的社畜人群。而手游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外部，是短视频。短视频在泛娱乐行业的统治力真的非常强，从2019年33.1%的用户时长占比，上涨到了如今的62.9%。这个增长比例简直堪称恐怖，好吧？那在游戏行业内部，小程序游戏就是启动成本低、游玩成本低的这种游戏类型，成为了新的增长点。那么相比短视频和小游戏这种非常快速的娱乐体验，内容向游戏的慢可能就是违背用户体验习惯的一种设计。而内容向游戏有一个比较大的弱点，就是产能和可玩性。在主线部分，也就是大版本的开头2到3个版本是非常吸引用户体验的，而主线作为厂商倾注资源最多的内容，质量明显是比后续的版本更高的。比如说 2.2 匹诺康尼的剧情在高潮处受到一致的好评和热烈的讨论，但 2.3 开始的后日谈就褒贬不一了。而本次 2.4 的剧情以文戏为主，从社区的反馈来看，讨论的氛围有明显的下降。而内容创作的核心呢，我觉得是人才，但人不是机器，是有极限的，所以工业管线只能解决下限的问题，而不能拔高上限。比如我自己做产品的美术指导或者主视觉的定调，但分发给下面的设计之后，并不能保证每一个设计环节都出彩，只能保证不出错，或者说不出大错。所以我觉得产能问题有一部分就是人才问题，有一个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当内容的吸引力相对下降的时候，游戏的可玩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老米其实在做玩法上是非常保守的，在游戏的新鲜感过了以后，主要是依靠对角色的塑造引发玩家的共鸣，然后通过养成系统来提高玩家的在线时长。但养成一个角色以后要有用处嘛，没有用处的话就是机械的重复了嘛，变得很无聊。所以新铁有大量的宇宙，那这种设计倒是很正确。那顺着这个思路，我们借鉴一下给小圆的话，小圆最应该的是在大世界多做一些有趣的玩法，搞幻想真迹巨狮这样的终局挑战。从商业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不是个好方向，因为上面说了，现在玩家的体验习惯中包含了低启动门槛嘛。那么像这种上手有门槛，而且是养成这种长周期的门槛设计，对于游戏的纳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我觉得小圆多思考一下大世界复玩性高的玩法设计吧。但是我这里要说但是了，短平快的娱乐体验呢是用户的诉求，而对于行业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我个人觉得只贴玩家的需求，不对玩家做要求，只能带来游戏性的下降。本身国产手游在游戏性这一块就已经蛮拉了，比如说从 DOTA 到撸啊撸到王者，我们不否认王者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，但是你说在游戏的设计上，王者是更好的那一款游戏吗？我觉得也不至于吧。所以我觉得游戏市场或者说社群的反馈中，杂音其实蛮大的。虽然每个玩家的诉求都是合理的诉求，但这些诉求中哪些是毒药，哪些是良药，还是需要筛选一番的。那说回到小火车，在上个版本，小火车有一个折纸小鸟的活动设计，令人比较上头。那这个玩法本身是借鉴的，但是这种在轻量化的游戏上上线更轻量化的社交玩法，实际上就和小程序是一个思路，也相当于把新铁当成了一种启动平台。我觉得这是老米解决自身游戏容易长草、可玩性低的一种途径。毕竟玩家之间的碰撞是游戏乐趣最好的生产力，所以社交游戏一定是未来的计划之一。然后我们回到老米这家企业，我觉得玩家多少对他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。老米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游戏厂商，他更多是把游戏当作抓手，去制造输出自己的 IP。换言之作为玩家，尤其是在游戏内氪金的玩家，应该认知到老米的第一目标是 IP 塑造，往后才是游戏性。所以追强度数值在我看来是商业模式 vs 人性，不抽卡或者少抽卡加剧情体验的内容才是米家游戏的根本。这也是我在星穹铁道开服的时候说过的问题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抽卡是商业，商业上大家是不讲为爱发电的，所以追强度最容易破防，因为你的对手都是精明的猎手，要为满意度去氪金，而不是为了欲望。那这样的方式也会促进玩家进一步的理性思考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从原到铁到绝 ，PV 的质量和长度都有所增加。我并不怀疑米在未来会出番剧或者剧场版的长篇动画，
文化表达的载体不一定非得是游戏嘛。所以老米你感觉它是一个游戏公司，但我觉得他自己的想法还是一家以文化表达 IP 打造为主的科技企业，当然这个科技企业是他自己定义的嘛。所以游戏性我觉得在老米内部的重要性应该是排在角色塑造之后的。我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老米在玩法开发上是非常保守的，因为他们不太想用脑洞大开的玩法去破坏故事的设定，包括出皮肤也是，虽然画了一堆好看的皮肤，而且明摆了能赚钱，但是上新衣装很保守，而且每个服饰都要有符合世界观设定的故事。好吧，这期的思路呢很凌乱，属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。其实一开始我想说，就新铁的这个用户画像还是挺让人满意的，年纪大一些，情绪和心态都稳定一些，理解能力也会相应的高一些。而铁节奏比较少的原因，我觉得一部分是本身的运营非常稳健，其次是用户规模还不算特别大，还有就是这个用户群体相对来说成熟一些。而姐姐小圆其实依然是老米的流量大头，所以为什么节奏都要带圆？除了自己有没做好的地方，本身也是个流量管，好吧。那么小铁现在这个生态位，应该说是玩家游戏体验最好的时候了。好的，我是铁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